戏嘛，但是今天最后一场的话，就来一个真情环节。整个赛程中印象最深刻的舞台，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今年的时间拖了很久嘛，半年，就说这半年准备的期间，有没有最想对你拍档说出最感谢的瞬间？这么真情啊？对，就是很真心的那种哟，就坦白局。就像坦白局什么都可以说，除了感谢的话什么都可以，不对，就是。也可以说，就是那种不只要私底下说，就是把大家当家人，就是那种。不是外人啊，对，是这个意思吧？你们是这个意思吧？还是懂吗？来嘛，那从谁开始？都行。你们有什么想先说的吗？就是因为这个赛季也很长嘛，然后要说的话，就是最喜欢的一个舞台的话，因为每个人他的就是喜欢的风格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赛季的话，我最喜欢的是夜莺。因为确实我们的那段时间行程又很密集，然后能够完成这个，特别感谢你在旁边的支持。说这些，就是即便就是没有拍档啊或怎么样，依旧是我心中在这儿最感谢的人。好的。而且过去、现在、未来一直都会是我们。其实这一次我们就是时间很紧凑，因为在我们刚准备要就是演这2首歌曲的时候就生病了他，然后呢，我们也只有一两天的时间排练嘛，我记得，然后每次都提前操作，广发各种兵。对，但是也希望啊，我没事儿啊，我以为你哭了。没有，我以为真情到这种地步了。没有，确实就是广发这个心里流泪哈。对，然后就是希望不管是磕哪一队，然后都希望在这个季度当中啊，往后也磕得开心，好吗？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磕糖。然后你喜欢哪个舞台呢？就是最喜欢哪个？我每个都喜欢。其实要说有一首歌，我可以说恐惧哎。听到请回答。为什么？因为基本上这首歌2/3都是他在临场发挥，然后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是那个白昼街灯专门留了一段给陈老师一个就是临场发挥的机会。是，谢谢郑老师，郑老师真的太贴心了。然后还有排练有什么趣事的话，排练因为我们2个都是 ENTP，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都比较有自己的主见，有的时候排练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可能就会有点起争执，但是还是感谢最后结果是好的嘛。然后，哎，就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小故事说？大家想听细节？就你们刚刚在后台说的，被我就是这个顺风耳听到了。就是因为我们2个其实都偏有主见一点嘛，但是呢，我一般在发表我的言论的时候，我都是会低下头去讲，因为我不敢看到他的眼睛。没有，基本看到他眼睛，他那种水汪汪的，然后为什么？我觉得好。对，听你的。好。当然只有我才能看到啦。对。是 OK。那我们诗情画意呢？你说一个。我说什么来着？你最喜欢的舞台？最喜欢的舞台。为什么有舞台？最喜欢的舞台是《夏之回忆》。是吧？然后呢？你呢？就是我最喜欢的舞台还有诗意，它下周就要上线了哦。我说你最喜欢舞台是什么？他说你说什么？你是什么？我说夏之回忆，我也是。灵机一动。哦，好吧，那你然后对对方说的还是说什么？
就是对对方的，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对对方最想说的话，就是可以不局限于感谢啊，就是这种，懂的。就是细节。你不是想好对我说什么了吗？不是，我觉得我平时对你说的已经特别多了。你知道吗？你平时对他说的特别多，但是今天就是当着大家人的面，就是也要就是说的特别多一点。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可以先放一放，我想先听听你对我说。来吧，周周。认真说啊，其实刚刚视频里面已经说过了。是吗？就是我们录的那个不够。加一个情景条件，就是假设你们现在就是带着那个现在的记忆穿越到了初次见面的那一天，你会对对方说什么？说实话，那其实还挺好玩的。确实，可以一直跟踪他，就偷偷看他在干嘛。骗你，因为你肯定会受骗。哦，因为我对他以前印象就是头很圆，然后插2个耳朵，然后不要插2个耳朵。然后就觉得可以逗你玩儿。然后呢？就比如说小妹妹，不是吧？你知道你以后。我印象中你那个时候你才是傻的那个。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傻傻的小女孩。那天我们排练的时候，也不是那天，就昨天晚上，王毅说，如果他现在不认识我，跟我一起排练，他肯定不会跟我交朋友的。因为你懂吗？就是他以前就是长得就是傻傻的，然后就很好接近，但现在就是因为就是成熟了长大了之后，又化了那种很媚的妆嘛，然后他对着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哎，你自己啊不要，就是他的眼神就是眼睛里面有个什么钩子。还有点坏坏的。我辩解一下，但你还是想靠近。就是长这个样子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妆容给你带来了很多神秘感。哎呦，别那么会说话。让我想想，就是如果我那个时候遇到你，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很想跟王毅做朋友，但是王毅不理我。哪有人一上来就问我能不能给你拍照，然后不挡过。对吧？因为我当时觉得王毅很漂亮，我说啊，王毅好漂亮啊，王毅对啊。有眼光，那你那个时候没眼光，那个时候比较哀，为什么？因为我不好意思，就是其实也是因为那会儿就是没什因为么。他后来还那什么，王毅，我们是语义组合。不是，我就觉得王毅特别可爱，我特别想跟他玩，然后我就逗他，因为王毅特别傻嘛，然后呢，平时你们知道王毅以前的经典装扮就是穿了一个红色大红 T 恤，穿拖鞋，然后戴个眼镜。而且那个时候我17岁，我不懂你什么意思。成年了你就懂了是吧？就是阴差阳错吧，因为那会儿，本来我们就是在一个队里接触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就是解散了之后，就是我的队解散了之后，我就回上学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跟王毅没什么交流了。后来也是慢慢在熟悉起来，成了好朋友，对吧？对啊。就是能够走到一起的人，终究会走到一起。这是对我说的吗？对呀、好。可死我了，没什么。这全程听着我好热呀。你对我说了吗？我对你说。除了说我坏以外呢？没有说你坏。他说你勾人，怎么听的呢？说我是坏人，坏女人。没这么
想对你说的话，真的平时我每天都说的。因为王毅很爱说给我听听，说给我听听。因为我很爱发朋友圈。对的，就每次会记下来。然后我很爱拍视频，刚刚大家可以注意到，视频都是我的视角，朋友圈基本上都是王毅的视角。我们两个分别记录一下对方的一辈子。大家也可以多拍照，多记录生活哦。然后我对你的话只有2个字，就是因为平时说太多了，所以我现在总结一下。哎呀，不要说出来嘛！啊，我还说吗？你们都说。就是爱你。非常感谢你，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昨天王毅还在那边感慨，你还记得吗？就是说，就是有个人可以照顾彼此。对，因为我耳朵不舒服嘛，然后我就想让他帮我看看，然后我就想到，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眼睛不可能转到这儿来，所以我就觉得，对，然后帮他涂药什么的。对。然后我就是前天不是吐了嘛，然后呢，就王毅给我煮面吃。那我们平时经常煮好吗？不是现在才知道。好，就这样。但是他刚刚说，那就是有2个字，就是你，就是你有什么？我不是回应了吗？我是撒拉嘿。回。哎呀，不要这样嘛！哎，你这耳朵都红了，你也红一下吧。没有吧？热的。我是会越说越红的，看你别说。烦死了。好。对啊，你说呀。哎呀，好了，懂的都懂，懂的都懂。他听到了就行了，你们别听了。下一个。好，下一个。不要得寸进尺啊，大家。你们主持还是他们主持？已经不需要我们插话了，确实。我们来日方长嘛，对不对？对。然后还有刚刚那个问题啊，带着回忆重生到那个你俩还想跑一下，带着那个重生到第一天见面。因为我觉得今天你肯定是想到了这个答案才会说出这句话的。肯定是有什么感想吧？水瓶座嘛，半夜睡不着的时候老是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就是我觉得带着现在的记忆，如果穿越到那个时候，应该我们俩认识是有一个5期生的前辈说有一个前辈喜欢我，然后就很好奇是谁。反正从那一刻开始，如果说带着现在的记忆，我看到那个时候的你，我一定会跟你说，直到你出道到毕业，身边都会一直是我哦。我刚刚补充一下，毕业之后以后也会住在一起。是。哎，但是他出道的时候你还没出道，你怎么他出道开始就是你呢？你要在台下陪伴他。这不影响。是因为我从就是可能就好像刚刚就是有听，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是看到一个人的脸就开始对他感兴趣的话，这种现象叫做生理喜欢，是永久性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到什么时候OK， 是，而且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为什么我每次都会先道歉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看到你生气的样子也觉得很可爱，也很喜欢。姐就是如此迷人。开玩笑啊，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互相包容，才能够走得更长远。那我呢？你很可爱啊，要不然为什么6期刚出道的时候我还偷偷看你排练？对，虽然以前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确实就是当时6期，因为当时广妈是没有排练厅的嘛，然后后面我们都是在一个那种什么讲堂，然后排练的课，然后当时也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然后条件特别的苛刻，然后后面当时6期他们在排《我的太阳》，然后我就躲在那个门缝那里在看。其实你偷看我根本都看不到你。是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在那里被罚跑操，在那个讲堂上面跑步，然后呢，他是那种就是监督员一样，就是在以监督恩穗在那跑步，然后到我来的时候就，这对于一个16、17岁的人来说，是，然后就是如果要对那个时候你说什么话，就是说没想到吧，以后要跟我住那么久，然后就是一直都好好的吧。好的，对，反正我觉得，虽然可能就是科科先出道嘛，然后，但是因为以后还会有很久很久的以后，所以也可以弥补之前还没有相遇的日子，对吧？对吧？因为他有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说，他在学校可能遇到一些不太友善的人，我当时想说，如果早点遇见的话，就可以帮你就保护他邪恶 biu biu。他还哭了，那时候讲着讲着，我觉得很惨，我觉得怎么会遇到就是哎没办法，漂亮。 OK。好的，虽然今天的 MCA 结束了，但是我相信之后大家的美好故事还会继续。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曲目吧。